什么光在折射现象中会有意识地选择用时最小的路径？光的折射真的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吗？我们在高中时就有学过折射现象了。当光从一种介质传播到另一种介质时，会发生折射现象，而这个折射现象遵从斯涅尔定律。只要我们知道两个介质的折射率，我们就能够预测光的传播路径。这套理论看似很完美，但它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问题，那就是斯涅尔定律只告诉我们折射现象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，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折射现象会发生。这就好比某人告诉你1+2等于3这个法则，但并没有明确地告诉你为什么1+2等于3。虽然目前学术界给出了几个比较主流的说法来解释折射现象，但是多数的说法都是错误或者是不完备的。所以本期视频将会分成2个部分，前半部分将会为大家分析经典物理对折射现象的描述，并批判其中不合理性以及不完备性。后半部分将会为大家科普量子版本的光的折射现象。所以本期视频将会为大家深度解析量子电动力学里的光的折射现象。目前有3个比较主流的说法来解释折射现象，也就是费马原理、惠更斯原理以及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费马原理。根据费马原理，光传播的路径是虚实最少的路径。由于光在不同的介质有着不同的传播速度，所以光在2种介质之间的最短距离的路径传播不一定是耗时最少的。通过数学推导，这个虚实最少的路径是遵从斯涅尔定律的。当然了，其实不需要严格的数学推导，我们也可以用逻辑思考来判断哪个路径是虚实最少的。假设有一个人溺水了，在沙滩上的救生员想要把溺水的人救上来，而这里的设定是救生员在沙滩上的移速是比较快的，但在水中的移速是比较慢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救生员应该采取什么路径去救人呢？路径 A 是在沙滩上跑最短的距离，并在水中游最长的距离。路径 B 是救生员与求救者之间最短的距离。路径 C 是比较平衡的，在沙滩跑一大段距离，在水中游一小段距离。路径 D 是在沙滩上跑最长的距离，并在水中游最短的距离。很显然，路径 C 是最优的路径，这是因为路径 C 是耗时最少的路径。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点，如果海水的密度被改变了，这个路径也是需要被改变的。举个例子，当海水的密度更高时，救生员应该在沙滩上跑更大段的距离，在水中游更小一段距离。其实这个现象与折射现象非常相似，这就是为什么当介质折射率被改变时，光的折射角度也会随着改变。换句话说，光为了行走虚实最少的路径而改变了折射角度。这个费马原理看似很好地解释了折射现象，但是这说法其实存在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费马原理只解释了光如何折射，而不是光为什么会折射。这就好比在解释为什么小球会从山顶滚到山谷时，有些人会说所有物体会自发地从高势能处来到低势能处。虽然这个说法是正确的，但是这个说法只是在描述了小球会怎么做，并没有真正的解释小球为什么会这样做。至于小球为什么会这样做，这其实关系到万有引力定律，也就是说小球因引力往低处坠落。这意味着只有用万有引力才能真正的解释小球滚下山谷这个现象。同样的，费马原理并没有对折射现象给出真正的解释，这是因为费马原理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为什么光会折射，也没有给出折射的机制，它只是给我们一个预测光的传播方向的一种方式。第二个问题，就算我们假设光传播的路径就是虚实最少的路径，那为什么光会有意识的去选择虚实最少的路径呢？这就好比一颗滚动的小球，总不可能为了减少能量损耗，有意识地绕开摩擦力比较大的地方吧。当然了，这个费马原理是正确的，不过至少从目前看来，费马原理并没有真正的给出折射的机制。第二种说法，惠更斯原理。根据惠更斯原理，光的波前可以被看作是由许多相邻的波峰或波谷组成的平面波前，每个波前上的每一点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子波源。当一束平行光线进入介质界面时，打在介质后并发射出新的波，新的波是由所有这些子波源发出的波叠加而成的。我们会发现到新的波前相较于旧的波前歪了一点点，这就是为什么光会折射。这套说法看似很合理，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波的叠加原理画出其他的波前。所以惠更斯原理预测的折射方向并不是唯一的，是存在多个折射方向的。因此惠更斯原理并不能用于解释折射现象。
第三种说法，光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。光与物质有非常多种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。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介质里的原子吸收光子，并朝着某个角度重新发射光子，形成折射现象。不过，原子吸收光子以及发射光子这个物理过程是有量子效应的，所以原子发射光子的方向也是有一定概率性和随机性的，光的折射方向应该会很多。因此，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原子吸收再发射光子这个可能性。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光在原子之间发生散射，宏观上就有了折射现象。我们暂且不论这些相互作用是否能够准确地推导出斯涅尔定律，这说法本身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由于介质中的原子的数量是个天文数字，所以光在同一个介质里必定会发生多次折射。进入介质后的光理应会形成弯曲的轨迹，而不是直线。很显然，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观测。既然以上三种说法都是错误或者是不完善的，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理论来解释折射现象呢？如果我们把光当成是波函数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地解释折射现象。这里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光的波函数法则，已经看过上期视频的同学可以跳过这个部分。光是如何传播的呢？在经典物理的世界里，光从 A 点传播到 B 点就是走简单的直线，但是在量子世界里，光从 A 点传播到 B 点时，会经过所有的路径，并最终到达 B 点。更准确来说，每一个光的路径提供了概率符，而概率符的叠加决定了光走的真实路径。在量子世界里，光是一种会随着时间演化的波函数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光子的波函数当成是一个小箭头，箭头长度的平方或者面积代表着概率的大小。在光子的传播过程中，这个小箭头会高速的旋转。如果光子被物质给吸收，这个小箭头就停止转动，所以这个箭头方向是会随着光的传播时间改变的。如果涉及两个或以上光的路径，两个小箭头是可以根据向量法则来进行叠加，并形成另一个箭头，而这个叠加后的箭头的面积，就是我们能探测到光子的概率。以上就是关于波函数的规则。让我们先来看看反射现象。假设我们有一个光源、一个光子探测器和一面镜子。如果我们在光源和探测器的正中间放置一个障碍物，那么光子只有一个方式能到达探测器，那就是反射。在经典光学里，光的入射角必须等于反射角。不过，在量子世界里，光子可以走过了所有路径并到达探测器。更准确来说，每一个路径提供了一定的概率符，并决定了光的最终路径。而这些路径不一定需要满足反射定律，所以入射角不一定要等于反射角。现在，让我们尝试让光子走过所有的路径，并到达探测器。所有光子的波函数叠加后，能得到一个概率符。从这里，我们能够观察到几个点。第一，在镜子正中间反射的光子的传播时间是最少的。第二，在镜子左右两边的光子路径并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概率，这是因为它们的波函数互相抵消了。第三，镜子中间的部分提供了大部分的概率，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光子会在镜子的中间部分被反射。这就是为什么反射角等于入射角。当然了，考虑的路径越多，我们就能够得到更准确的结论。让我们接着来看折射现象。我们都知道，光在水中的传播速度比较慢。假设光要从 S 点传播到 P 点，在经典光学里，光会通过折射到达 P 点。但是在量子世界里，光会经过所有路径并到达 P 点。更准确来说，每个路径都会提供一定的概率符，并决定了光的真实路径。让我们尝试模拟一下光子从 S 点传播到 P 点时波函数的演化。在波函数的箭头叠加后，这里不难发现概率多数的贡献都来自中间的部分，周围比较奇怪的路径被抵消了。我们能得出光传播的最优的折射路径满足斯涅尔定律，这就是量子版本的折射现象。当然了，
这一套物理模型还能解释其他光学现象，比如凸透镜的原理，以及衍射光栅这个现象。总的来说，光的概率诠释能够很好地解释折射现象。这套理论的物理思路或物理方法也被称之为费曼的路径积分。不过，费曼路径积分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是在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，也就是通过对所有历史进行求和来描述某个物理现象。当然了，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。喜欢这期视频可以帮忙点个赞，我们下期见。